以下是本期内容的重点词汇，视频中会用红色标出。大家好，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会不会游泳？如果我给你一本游泳教科书，你看完了，记住了所有理论，知道怎么画水，怎么换气，然后我把你扔进游泳池，你能游起来吗？当然不能，对不对？你会像石头一样沉下去。学中文也是一样的道理。很多人看得懂中文文章，听得懂中文对话，但是一开口说话就卡壳，脑子里明明有很多词，就是说不出来，就像知道游泳理论，但身体不会动一样，这种感觉特别尴尬。我有个朋友学中文3年了，看新闻没问题，听播客也行，但跟中国人聊天的时候，只能说你好、谢谢、再见，其他的话都说不出来。他特别着急，觉得自己很笨。其实他不笨，只是用错了方法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会看得懂但不会说，更重要的是怎么解决，让你真正能开口说中文。首先我们要理解一个概念，学语言有2个不同的过程，一个叫输入，一个叫输出。什么是输入呢？输入就是你接收信息的过程，比如你看书、看文章，听音频、听播客、看视频、看电影，这些都是输入。你的大脑在接收信息，在理解，在记忆，在储存。什么是输出呢？输出就是你表达的过程，比如说话、跟别人聊天，写文章、写日记、写邮件，这些都是输出。你的大脑在组织语言，在选择词汇，在表达想法，这2个过程是完全不同的，需要不同的能力。就像看菜谱和做菜是2回事，看菜谱很简单，但真正做菜就难多了，需要实际操作，需要练习。语言也是一样的道理。很多人学中文只做输入，每天看很多文章，看2个小时、3个小时，听很多音频，听1个小时、2个小时，但是从来不说话，一句都不说，也不写字，1个字都不写，这样当然说不出来。为什么呢？我给你举个例子，就像学游泳一样，你每天看游泳视频，看别人怎么游，看了100个视频，知道了所有的理论，知道怎么画水，怎么换气，但是你自己不下水，永远学不会游泳。因为游泳需要实践，需要身体记忆，需要肌肉记忆。语言也是一样，看得懂是输入能力，说得出是输出能力，这是2种完全不同的能力。你只练了输入，没练输出，当然说不出来，这是最主要的原因。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，必须改变这个习惯，要开始练习输出，要开始说话。第2个原因是缺少练习机会。学语言需要环境，环境真的很重要。如果你在中国生活，每天都要说中文，去超市买东西要说中文，在餐厅点菜要说中文，问路要说中文，跟同事聊天要说中文，跟朋友聊天也要说中文，一天要说很多次，自然就会说了，因为你必须说，不说不行。但很多人不在中国，在自己的国家学中文，周围没有中国人，没有说中文的机会，只能自己学习，看书听音频，这样很难进步，因为没有人跟你对话，没有人听你说话，没有人纠正你的错误，缺少练习机会，缺少反馈，进步就很慢。这是环境的问题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有些人其实有机会，但是不去用，不主动。比如认识中国朋友，但不敢跟他们说中文，总是说英语或者用翻译软件，
不练习中文，或者有语言交换的机会。网上有很多这样的机会，但总是推迟，总说等我学好了再说，等我准备好了再说。其实这是错的，这是被动的想法。不说永远学不好，永远准备不好，要主动创造机会，主动开口，主动找人练习。不要等机会不会自己来，机会要自己争取，要主动，不要被动。主动的人进步快，被动的人进步慢，这是很大的区别。第三个原因是心理障碍，这个很重要，很多人不敢说，是因为害怕。害怕什么呢？害怕说错，说错了怎么办？害怕别人笑话，别人会不会笑我？害怕丢脸，太丢人了。这种心理很常见，我完全理解这种感觉，但其实没必要害怕。说错很正常，非常正常。每个人学语言都会说错，我学英语也经常说错，中国人学英语也经常说错。说错语法，说错发音，用错词，这很正常，这不丢人，反而说明你在学习，在尝试，在进步。不说才是问题，因为不说永远不会进步，要克服这个心理，要战胜这个障碍。还有些人太追求完美，这也是心理障碍，想说的很完美，想每个词都对，想每个声调都准，想每个句子都完美，不完美就不说，这个想法不对。语言是用来交流的，不是用来考试的，不是用来表演的。说错一点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，只要对方能懂，能理解你的意思，就是成功的就达到目的了。不要追求完美，要追求流利，要追求能交流。先说出来，哪怕说错，再慢慢改进，慢慢变好，这才是正确的方法。完美主义会阻碍你进步，会让你不敢说。要接受不完美，要接受自己会说错，要敢于说错。说错了没关系，下次改正就好啦。第四个原因是缺少实用的词汇和句型，这个也很常见。很多人学中文，学的是书面语，不是口语。什么是书面语呢？就是写文章用的，很正式，很规范，但日常生活不这样说。比如书上说我非常高兴，但日常生活中中国人说我很开心，或者太好了，或者真棒。比如书上说请问您贵姓，但日常说你叫什么名字。如果你只学书面语，说出来会很奇怪，很不自然，别人听着不自然，觉得你很奇怪，你也觉得不对，觉得不舒服。所以要学口语，学日常用语，学中国人真正在用的，学生活中的表达。还有一个问题是没有常用句型，说话需要句型，句型很重要，就像搭积木一样，有了基本的块才能搭出东西。如果你没有句型，每次说话都要从头想，怎么说呢？用什么词呢？怎么组织呢？想很久，当然说不出来。要积累常用句型，比如我想后面加动词，我想吃饭，我想睡觉，我想回家，只要换后面的词就是新句子。比如你能吗？后面加动词，你能帮我吗？你能等我吗？很简单。比如我觉得后面加形容词，我觉得很好，我觉得不错，我觉得可以。有了这些句型，只要换词就能说很多话，这样说话就容易了，不用每次都想。句型是基础，是工具，一定要掌握，要多积累。现在说说解决方法。分析完原因，我们来说解决方法。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第一个方法是每天练习说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没有人陪你练没关系，可以自己练。每天找时间，找10分钟就够。自己说中文怎么说呢？
比如早上起床用中文说：今天天气很好，我要吃早饭，我要去上班。做什么就说什么，看到什么说什么，像自言自语一样。刚开始会觉得奇怪，觉得很傻，但很有用，真的很有用。这样每天练习，说话会越来越自然，越来越流利，不需要别人，自己就能练，随时随地都能练。还有一个方法是模仿和跟读，这个方法很有效，我强烈推荐找一些音频或者视频，找你喜欢的，听中国人说话，然后跟着说一句一句，模仿他们的发音，模仿他们的语调高低起伏，模仿他们的速度快还是慢，模仿他们的感觉，这叫跟读。跟读很有效，非常有效，能提高发音，让发音更准确，也能学到自然的表达，学到真正的口语。每天跟读10分钟，只要10分钟，坚持1个月，你会发现说话流利多了，不会卡了。这是最简单的方法，不需要花钱，不需要找老师，只需要坚持。找你喜欢的内容，电影台词、歌词、播客，跟着说就行了，很简单。第二个方法是找语言伙伴，这个也很重要。自己练有限，需要跟人交流。现在有很多 APP， 可以找语言伙伴，很方便。比如 HelloTalk 很好用，或者 Tandem 也很不错。上面有很多中国人，成千上万，他们想学你的语言，想学英语，想学法语，想学西班牙语。你想学中文，可以互相帮助，互相学习，每周聊几次，1次半小时，用中文聊天，聊什么都可以，聊生活，聊工作，聊兴趣，不用紧张，不用害怕，对方也在学习，也会说错，大家互相理解，互相帮助，这样练习很有效，而且是免费的，不用花钱。你教他你的语言，他教你中文，互相学习，互相进步，这是最好的方法。如果想更系统的学，想更快进步，可以找老师。1对1上课，这个效果最好。老师有经验，知道怎么教，会纠正你，纠正发音，纠正语法，会教你正确的说法，会给你练习机会，让你多说。现在网上很多平台很方便，比如 Italki， 这是最大的平台，可以找到好老师，中国老师或者外国老师都可以，价格也不贵，1节课几十块钱，每周上1、2次课，1次1小时，进步会很快，比自学快很多。这是投资自己，投资你的未来，很值得。老师有经验，有方法，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，能帮你快速提高，能给你信心。第3个方法是降低心理压力，这个很关键，要改变心态，改变想法，接受自己会说错，这很正常。说错了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。重要的是敢说，敢开口。每次说话都是练习，都是进步，不要怕丢脸。其实没人笑话你，真的没人笑话，大家都很友好，都很善良。中国人看到外国人说中文，都会很高兴，很惊喜，会鼓励你，会说你说得很好，不会批评你，不会笑话你。所以放轻松，放松心情，大胆说，不要有心理障碍，不要给自己压力。还有一个建议是从简单开始，这很重要，不要一开始就说复杂的话，就说长句子那样太难了，会打击信心。从简单的开始，从最简单的开始，比如打招呼，你好，早上好，晚上好，谢谢，不客气，再见。这些很简单，3个字、4个字，但很有用，很实用。说多了就有信心，觉得我能说中文，然后慢慢加难度。
说简单的句子，5个字、6个字。我喜欢中文，我想学中文，我在学中文，一步一步来，一点一点进步。不要着急，不要跳步，慢慢就能说复杂的了。建立信心很重要，从小成功开始积累信心。第4个方法是学习实用表达，这个也很重要。要学日常用语，学真正有用的，不要只学书面语，书面语不实用。比如吃饭不说用餐，很好不说甚好，再见不说告辞。要学中国人真正在用的词，真正在说的话。可以看中文电视剧，看生活剧，看他们怎么说话，听播客，听中国人聊天，看短视频，看抖音，看快手，学他们怎么说。把常用的词、常用的表达记下来，写在本子上或者手机上，然后自己用自己练习，这样说出来才自然，才像中国人说话才不奇怪。还要背诵常用句型，这个很有用。准备一些句型经常用的、最常用的，比如表达想法，我觉得很好，我觉得不错，我认为可以，我认为没问题。比如请求帮助，你能帮我吗？你能帮我一下吗？麻烦你帮个忙。比如表达喜好，我喜欢中文，我喜欢中国，我不太喜欢辣的。把这些句型背下来记住，练熟了，练到不用想，说话时就能脱口而出，自然就说出来，不用想，不用组织，自动就出来了。句型是工具，是基础，多准备一些，准备20个、30个够用了。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，为什么看得懂但不会说？主要有4个原因。第一，输入和输出不平衡，只看只听，不说不写。第二，缺少练习机会，没有环境不主动创造。第三，有心理障碍，害怕说错，追求完美，不敢开口。第4，缺少实用表达，学的不是日常用语，不是口语。我们也讲了解决方法，4个具体的方法，每天练习说自己，说跟读，模仿，找语言伙伴互相学习，找老师上课，降低心理压力，接受不完美，从简单开始，学习实用表达，学口语，背句型。这些方法都很简单，都很实用，都很有效。关键是要行动，要去做，不要只是听听了，不做没用，要行动起来。给你一个具体的建议，今天就开始，不要等明天，不要等下周，就今天。找一个音频，找你喜欢的，跟着说10分钟，一句一句跟，或者自己说今天做了什么，早上做了什么，中午做了什么，晚上做了什么，用中文说出来，不要想太多，不要担心，对不对？就是说出来就是胜利，说出来就是成功。明天继续再说10分钟，后天继续，每天都说一点儿，每天都练一点儿。1个月后你会发现，说话容易多了，不会再卡住了，能表达自己的想法了，能说出自己想说的了。这就是进步，这就是成功，这就是你的成果。学语言没有捷径，没有快速的方法，只有坚持练习，每天练习。输入很重要，看书、听音频，这些都要做，但输出更重要，说话、写作，这些更重要。要平衡两者，既要看，要听，也要说，要写，不要只做一个，要全面练习，全面发展。找机会说中文，主动创造机会，不要等，不要怕，大胆开口，勇敢说出来，克服心理障碍，战胜心理的恐惧，接受自己的不完美，接受自己会说错，学习实用的表达，
学习真正有用的，用中国人的方式说话，说中国人说的话，这样你的中文才会真正好起来，才会真正流利，才能真正交流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你有没有看得懂但不会说的经历？你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？是缺少练习机会，还是心理障碍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，说不定你的经历能帮助其他人。我会认真看每一条评论，也许下次我们可以聊聊你们最常见的问题。记住，最重要的是开口说，不要怕错，每天练习，坚持下去，你一定会成功的，一定能说好中文。我相信你，你也要相信自己。好了，谢谢收听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